最近呢，因为三峡捷运开通嘛，所以很多人来三峡玩。那身为一个三峡的在地人，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一日游三峡要怎么玩呢？那我们可以先坐捷运坐到台北大学站的2号出口，从2号出口出来呢，我们就面对马路，然后右转。你要左转也可以啦，绕比较远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右转直走。那我们现在旁边这条马路就是复兴路，然后我们就一直顺着复兴路不断的直走，走到和平街的时候再右转，然后再一直直走就会到三峡老街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前面有一条这个算是小路。走这条路也可以到，但是我觉得这条路比较小，然后车子其实蛮多的，而且有时候摩托车骑蛮快的，所以不是很建议刚来三峡的人走这里。所以我们还是走外面这条路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天桥，你就会看到路标写和平街，然后什么祖师庙跟老街就是往右走，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往右转。那这边很好认，这边就是有一个花店，然后对面有一间全家，这条路就是和平街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右转就可以了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转过来和平街了。那如果你是中午的时候来三峡的话，你就可以先在和平街这边吃个午餐，然后再进去老街里面逛。因为其实这边的店呢都开蛮久，而且都不错吃。那两边的店都是像前面这一间什么酥鸡水饺啊，然后对面的那一些有些什么猪脚啊、牛肉面啊，其实都还蛮不错吃的。那有一些其实早上就有开。所以如果你是早上来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吃早餐。那今天也跟大家推荐几间，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早餐店，常吃的早餐店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走到前面，再跟那个文化路交叉的那个地方，再跟大家做介绍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到了和平街跟文化路的交叉口。如果我们现在直走，就是你给我看到有市场很热闹的那条路，就是和平街，然后横的这个就是文化路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先左转，跟大家介绍一间很好吃的，我自己很喜欢的早餐店。那我们现在就已经转到文化路上了。那其实这边也是三峡市场的外围，所以沿路上都会看到很多的摊贩。然后我们这边继续的往前走一小段路，然后我们现在一直走会看到一间和库，然后在和库旁边还有一间 Seven， 那对面呢就有一间卖甜不辣的，就是这间非常好吃，然后早上6点半就会开始卖了，有甜不辣有阿米刷，我觉得都很好吃。那如果你觉得你今天不想吃甜不辣跟阿米刷的话，我们再去第二间。我们现在回到刚刚和平街跟文化路的那个交叉路口，我们现在从市场里面穿进去，然后去找第二间适合当早餐的早餐店。现在从市场穿越会有点困难，因为这边假日的话人还蛮多的，然后它没有封路，它车子还能进来，所以就会感觉很混乱这样。然后就顺着这个路一直走。然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三峡公有市场的建筑，然后这边旁边有一间黑猪肉，有没有？然后旁边有一条巷子，我们从巷子进去，就这条巷子，我们可以从外面直
这边拉，要不然里面好多人哦。就是这一间风华包子店。如果你早上不想要吃蚵仔米爽那一些太油腻的，你可以来吃包子。这间包子也非常好吃，而且开了非常久。那如果你觉得包子你也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往那个老街方向的这条路一直走去，这边也有很多那个很好吃的小吃。我们现在就往这边转过来。前面呢，你这边就会看到像一些米苔目啊，或者是鹅肉啊，蛮多的。你可以去找你喜欢吃的料理。那前面就是老街了。那这边就是三峡老街。那往左转的话，会到清水祖师庙，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百年古井，然后右手边呢就是三峡派出所。那其实三峡派出所也是一个古迹。那在三峡派出所的门口呢，前面有一个楼梯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楼梯走上去2楼去看风景。看得比较清楚，就是那个房屋上的装饰，我觉得就很漂亮。看早上的老街是不是很漂亮呢？你现在应该会蛮好奇的，为什么老街上都没人？因为我现在是早上9点。所以人还没有很多，下午的时候人会非常多。那其实我也是大概15、16年前搬来三峡的，那时候是觉得三峡还蛮安静的，就是晚上的时候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晚上来三峡的话，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。然后这是兴隆宫，它快盖好了，就是我们当地的妈祖庙。那其实我在之前有些影片有介绍过三峡，不过那时候因为收音的技术还没克服，所以是没有声音的，只有字幕。那你们也可以看一看，过年的时候的三峡是什么样子。那现在它这个有蓝蓝节，所以它有挂这个热气球，还蛮可爱的。这一排呢，就是三峡最漂亮的老街的建筑。其实我来老街很少来吃东西啦，大部分都是带朋友来逛，或者是看看这边的建筑，百看不厌。那如果你问我说，三峡老街上面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自己本身会去吃，就是这间猪血糕。这间猪血糕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你看现在早上还没人，下午我跟你讲会排非常非常的长，很好吃，大家要来试一试。买了一只猪血糕，超好吃的哦！大家来的话试试看，真的还不错。那除了刚刚介绍的那间猪血糕以外呢，我还喜欢吃一间，就是从这条路一直走到底，然后在右手边有一间那个阿中冰店的那个藕冰，我还蛮喜欢吃的。然后在冰店对面有一间豆花，我觉得还 OK。那其他的，因为我真的不常吃，所以无法评价。那你们就自己来试试看喽。你看那个老街上那个拱形的建筑啊，它阳光洒落之后，也在地上有那个拱形的影子，超漂亮的。这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妈祖庙，它现在把神尊先暂时的放在这边，之后会移回去。你看它上面那个墙壁用那个以前的瓦片有没有做立面装饰，超漂亮的。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小巷子进来呢，你会看到有一间老房子，它是这种
圆弧式的建筑，很漂亮，很典雅。然后这个巷子就比较少人会过来，游客就比较少进来。那我很喜欢走这种巷子，因为拐进来有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建筑，然后是隐藏在里面的，有一种那种遇见时光的感觉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的左手边它是那个蓝染公园，然后是一个很漂亮的老房子。有一些蓝染公园的布置。那其实来到三峡呢，你可以来做蓝染，但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，因为它其实要花一点时间啦，然后我就没有去尝试。不过我看那个他们的影片，感觉是蛮好玩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的教学中心。那为什么三峡这边以前会有蓝染呢？就是它有用那个大青作为染料嘛。其实很多古人都会用大青做染料。那刚好因为三峡这边靠山，种了很多大青，所以他们就是原料容易取得，所以他们就在这边发展染布的行业。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个小公园走上来，你会看到有一个金星居，它就是也是蓝染公园的部分，然后它是一个老房子，之前比较破，没有整理，然后它现在把它整理起来，真的是还蛮漂亮的。那我们从蓝染公园这边出来之后呢，继续的往前走，这边呢会有一个这个牌楼，我们从牌楼的这个巷子里面走进去。为什么要走进来这边呢？因为是要跟大家介绍三峡这边2栋非常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建筑。从巷子走进来之后啊，这边会有一张导览图，然后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这里，益翠楼这里。那在我们身后这边就是益翠楼，这里呢是以前一位三峡很著名的企业家叫景阿牛。那你不要听他的名字，好像有点平凡无奇，可是他其实是很厉害的人哦。他在各个产业都有涉猎。那他原本是桃园人，他是来三峡经营一些染料啊，然后染布的行业，所以在这边盖了这一栋豪宅。因此，这边也就是见证了三峡以前繁荣的历史。然后我们在它的门口这边呢，就会看到还有一个水井，老水井都还留在这里。那其实它这一栋房子很漂亮哦，你仔细看它的那个门楣上面的那一些剪黏，依稀都还可以看得出昔日辉煌的样貌。那我们现在往秀才厝这个方向走去。那其实秀才厝它现在是在整修当中，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前面这一间就是秀才厝，那它现在是整修当中。那这边它也有介绍这个秀才的历史背景，然后它是推动就是三峡游泳工学校，就是现在三峡国小的很重要的地方人士。那么现在回到刚刚的主干道上面，这边呢，这边的左前方你会看到有救生牙医，它以前也是算是三峡这边的历史建筑。那我们从这边走过来之后，我们从这个小巷绕过来就可以到三峡老街了。那前面这边有一间东道饮食店，它卖的是那种古早味的卤肉、卤排骨。那我是有吃过几次啊，是觉得还 OK。那你们也可以来试试看。那我们就从这条小路穿过去，回到三峡老街的位置。那这条小路呢，其实是位在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三峡派出所旁边。那其实这2旁呢都种满了樱花树，每当过年的时候，这边就会开满樱花，很漂亮。那这边还有一间那个和乃川制豆所，它里面有卖一些就是关于豆类的甜点小吃。
这边呢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岔路。左边呢，这边是文物馆，它以前就是日治时期三峡的镇公所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就是走回三峡老街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回三峡老街了。那一直往前面走呢，就会到清水祖师庙。我们先过去清水祖师庙那边看一看。这里就是三峡的清水祖师庙了，是三峡当地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，以及台湾美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庙宇吧。因为它其实改建过几次，然后最后一次呢是由三峡非常有名的李梅树老师主持的，所以它上面的一些不管是彩绘啊，或者是石雕，尤其是石雕的部分，非常的精致跟漂亮。那在这边呢，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小的点，就是你面对三峡祖师庙的右手边呢，其实这边有个巷子，你走过来，然后这边有一间房子，现在好像是仓库这样子，但是你仔细看它上面，它有写三峡戏院，它这边以前就是三峡的戏院，那它现在就是已经变成就是一般的房子这样子。祖师庙面对呢就是三峡溪，那他现在在做一些工程，然后据说以前李梅树老师都会在这边画画。那三峡呢，除了清水祖师庙以外，还有一间宰书庙，也是历史相当悠久，已经有250年的历史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河岸过去宰书庙那边看一看。那这里呢就是三峡的宰书庙。那宰书庙呢，则是供奉玄天上帝。据说以前呢，是这边的人有把它当成学堂，然后日治时期有被日军占领过。那离开宰书庙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河岸走，走到底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以前的三峡古桥，这是从日治时期留到现在的。那你会看到它的桥身建筑，就是那种日治时期的风格。这边呢，就可以眺望清水祖师庙前面在盖的新的长浮桥。之前呢，我觉得那个长浮桥的设计虽然是很新颖，但会有点担心它会不会跟这边有点格格不入。后来我发现呢，它其实是2座山的造型，然后是跟后面的那个鸢山有点相呼应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其实还蛮漂亮的。那我们现在回到刚刚走上桥的地方，这边呢就是民生街。那我们可以从民生街这边再绕回去。这边有2条路，2条路都可以走。那我想带大家去看一间很好吃的豆花店，所以我们绕进民生街里面。那这边也是市场的外围。就是前面这间豆花店，它是用那个山泉水手工制作的，还蛮好吃的，我每次来都会买。可是假日呢，人会比较多一点，你们就看情况咯。那我们现在要离开市场，我们要去最后一个点。那我们现在从民生街这边走出来之后，你会有一个岔路，那我们要左转。左转呢，就是刚刚我一开始介绍给你们吃米苔目的地方，然后往左看，你就会看到，又看到很熟悉的土地公庙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已经绕回来这边了。那我们现在再度的走到土地公庙的后面，那我们这次要往右转。那右手边这边呢，有一间凉面，陈记凉面，很好吃。可是我们现在要继续的往前走。
那走不久之后，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林荫大道。这边以前是三峡国小的正门，但是现在正门移到另外一边去了，所以这边比较少人走，就是只有一些在地的跟少数的游客。可是我觉得这边非常的漂亮，整个林荫大道很舒服。那旁边呢，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。三峡历史文物馆呢，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三峡的镇公所，那后来它就是改成文物馆，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静态的展览，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进去看一看、逛一逛。那从文物馆这边走过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间小卷米粉，每次假日人都很多，你可以有空的话可以来试试。然后对面呢就是三峡区公所，这边是鸡排英雄的拍摄地。那如果对电影有兴趣的，也可以来这边看一看，拍个照。那我们今天就逛得差不多了，现在要带大家回去坐车，所以我们往回走，我们要走回刚刚三峡国小的林荫大道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这边呢？因为我相信大家逛到现在应该是又渴又热，然后很想要赶快回家。那我就带大家从这边走一条小路，就不用绕外面去人挤人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三峡国小的校门。那它会有2条小路，左右各一条，我们要往右边转。对，就是这条小路走下去。它会有一个岔路，我们现在直走的话，就是又回到刚刚市场那边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出现一条小路，我们就要往左转。那我们现在就左转，转过来之后呢，继续直走。好，出来之后，这边还是继续直走。那走出巷口之后呢，这边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文化路跟和平街的交叉口，所以你看那个红绿灯的地方，那边就是和平街。那你可以往原路走回去，或者是呢，你可以在这边搭公车，这边有个公车的车站，这边也有往捷运站的接驳车。那如果你说，我来三峡，我不想逛老街，你也可以从这边搭车去行修宫，白基的行修宫或者是满月园。可是你要注意时间，因为它车辆比较少，然后它的首班跟末班的时间你要注意一下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